每天一点心理学，了解自己，看见他人。你好，这里是心灵时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本就没有人可以真正理解你。前几天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个老师让他的学生们制作烦恼盒子。我们可以看到小朋友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和小秘密。其中有2个小朋友的纸条是这样的，一个说，我想学钢琴，可老妈说钢琴太贵了，不给我报。而另一个小朋友写的是，妈妈非要让我学钢琴，可是我不想学。我看到这2张纸条的时候，想到了鲁迅先生在《小杂感》里写的那段话，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2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每个人的悲观都不一样，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未必会让他人感到快乐。同样的，让你感到烦恼痛苦的事情也未必会让他人感到烦恼。就像那个不想学钢琴的小朋友，他避之不及的事情却是另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期盼。这种不相通有一部分来自于家庭，它包括你家里的经济情况，你父母对你的教育，你家庭的氛围和家族理念等等。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你的成长经历，比如你经历过的事，这些事对你产生的影响，你由此产生的认知，这些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即便是双胞胎也不会完全一样。所以即使是再亲密的人，他也无法做到如你自己对自己那般的感同身受，因为毕竟他们不是你，他们没有经历你所经历过的事，你的悲欢喜乐与他们而言始终隔着一层，他们无法对你的行为和思想产生完全同频的感受。比如你失恋了，你跑去跟家人闺蜜倾诉，通常他们都会陪在你身边，耐心倾听你的叙述，并且尽可能地站在你的角度去开导你。但是你也会发现，他们并不能理解你的痛苦。他们的很多劝解虽然很有道理，但是你听了也只会感觉他们并不懂你。可你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尽自己所能去做了。更何况我们对待他们也是这样的。正因为我们是其他人生命的过客，其他人也是我们生命的旁观者，所以人大部分时候都是孤独的，没有另一个人可以真正相通你的悲欢。想明白了这一点，那你就可以放下一些执念和诉求了。比如当你跟某个人诉说某件事的时候，本意是想得到对方的关心和安慰，可对方只关注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以及你在这件事中做了什么，然后就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忽略你的感受和诉求。那你没必要生气，更不要伤心。他并不是真的不关心你，只是他过去的思维模式让他在面对这类情况时习惯性地选择了这样去做。我们要接受这种不同，也要理解对方有对方的立场和思考方式。季羡林说，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但是孤独并没有那么可怕，人应该保持孤独，这样你才可以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学会与自己相处。一个与自己都相处不好的人，必然也无法与别人友好相处。所以感觉不被理解的时候，感觉自己孤单一个人的时候，可以问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现在走的方向是对的吗？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去观望一下自己的内心。记住，这个世界能真正懂你的，能真正救赎你的，只有你自己。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心灵时空，